今天我要带大家看一个全新的项目，人为啦，平民百姓想要住的房子就是这个样子的。什么样子？有火车啊180米的可以到 LRT station 上？2到3个房，有2房、3房、4房、多 key 都会有。freehold 没有哦？是 freehold 的。那我要养植物可以没有嘞？这个是一个 pet friendly condo。哇，快点带我去看，带我去看。OK， 好，走了。Oh my god！ 马上去看 ，Let's go，Let's go。大家好，今天 SY 带你看房，看的是位于 BK5 Kinrara pet friendly 的 Adventure Residence。哇，今天这个项目非常的低调，它就夹在 IOI Puchong 和 Bukit Jalil 的中间点，然后这里四周围的围绕着都是 low rise landed 排屋的那一种，然后这里除了可以享受到四周围带来的便利，而且这里可以 enjoy 到无遮挡的风景。重点就是这里其实还蛮 peace 的，非常的安静宁静。它的位置就在 Kinrara BK5， 它属于是Puchong area 来的，你或者会以为它是这样的，而其实它是这样的，比较的安静，比较的舒服。OK， 来看这个地图，如果 Pavilion Bukit Jalil 在东边的位置的话，BK5 Kinrara 就在西边，它们之间相差了7分钟的车程而已。虽然很靠近，但是 Pavilion Bukit Jalil 并不是今天的重点，反而我认为更应该探讨的是 Adventure Residence 的周边到底有什么。它是被 Commercial Shop Lot 包围着的，也就是说走路到楼下就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 Restaurant、Cafe、快餐、茶室、Pizza 等等的，这就有很多选择了。再看看 Grocery 的话 ，Giant Supermarket、Zen Grocer， 大大小小其他的 grocery， 单只是菜市场都有好几间选择了。买菜的方便程度也已经到了另外一个 level 了，更不要讲大大小小的 clinic、牙医、美容院、宠物医院、补习中心，就连 KBJ 医院也只是在150米的走路范围内里面。Maybank 银行在250米的范围内了，宠物医院走下楼就有了，也是在100米的范围内的。比较多人关心的是 LRT 走路不流汗，大车吹 aircon。有些家长又问开车最靠近的学校，慈济 International School 4 km 以内 ，SJKC 黎明华小5公里以内 ，International Medical University IMU 就是在6 km 的范围里面 ，Taylor's University 7公里里面，还有3个 University 也只需要8个 km。OK， 听到这里，请你们帮我个小忙好吗？记得 like、subscribe 或者是留言让我们知道，这样并且打开小铃铛，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个最新的影片了。OK， 来看看这个 Adventure Residence， 这个是一个占地3.43 acres 的 freehold title 新项目来的，永久地契啦，所以这边分别会有3个 tower 啦。首先来到这个是 Tower A，Tower A 这边呢会有339间3房、4房的户型都会集中在这个 Tower 里面。然后这个是 Tower B，Tower B 的话295间，2家1房3房都会在这个 Tower 里面。而这个比较矮的，这是个 multi-million affordable house， 听讲是没有了的，这边就会有550 square feet 而已啦。所以由于这个是个 mixed development 来的，所以这边的下面会有发展商自己经营的21间 retail lot。像我个人认为啦，这边的周边都那么成熟了，已经足够应付我们的日常所需的情况下，我其实还蛮期待 developer 会引进一些更好的品牌跟餐厅在这里啦。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话会分成2个区域的。首先讲还有它的前面是这里。Level 1这边会分成2个区域啦。首先讲前面这个 guard house 是我们 residence 主要入口，这个是保安 guard house。所以从 guard house 进去的话，你会看到有2个这个 drop off area， 因为会有2个 lobby 的。所以它除了可以去到 lobby， 右手边红色车这边可以上去，通过 street ramp 回到家。中间的话呢，全部是停车卡法。为了减短我们回到家的时间，我们这边采用的 street ramp 可以直接1楼跳3楼，3楼跳6楼。就非常快找到卡巴回到家。如果来到后面这边的话，会有我们另外这个入口。像这个入口，它是主要的 purpose， 它是给想来这里逛街吃饭的人进来的。
所以他们进来除了可以泡在这边之外啦，然后就可以来到这边找餐厅找东西买，然后通过这里还可以下到去 basement 找其他的 visitor parking。当他要出去的时候，迎着这个车这里出去的话就是他的出口了啦。好，7楼这里是我们的 facility floor， 所有设备都会集中在这里。第一个当然少不了我们最主打的这个 pet friendly 花园啦。像在这里的话，带上你的小狗小猫，说不定你可以在这里遇到一些爱狗之人、志同道合的 owner 们在这里集合，好像我这个样子的啦。然后来到后面的话，这里有一个 Olympic size 50 meter 的游泳池。像这个游泳池旁边呢，有一个叫做water play pool 的一个地方这就属于是小孩子的 wading pool， 然后有 playground 在里面的。我看得出发展商是有意打造一个适合 homestay young family 家庭居住的环境来的。小孩子的设备很多，它还甚至有室内的 kids playroom， 像年长的孩子就可以用 game room 打桌球， study room 就方便上门补习咯，孩子做功课的地方， co-living room 方便居家上班。如果你有打高尔夫球的习惯18个洞 Kirara Golf Club 就在2 km 的位罢了。都已经2024年了，所有的设备都必须要与时并进，跟上时代的嘛。所以这个项目来讲的话parcels room food delivery area car wash 洗车的这个 area， 甚至是 EV charging stations 我刚刚提到的这一些，这里通通都会有的。我们这边有2个示范单位，分别是2加1房的，还有3房的示范单位。我们现在马上去看看。OK，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示范单位，这是893至904 square feet 的 2+1 room 示范单位来的。这样900多 square feet 这个 range 来讲，有些发展商会做完整的3房啦。我们这个是2加1房，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其中一个所谓的加1的这个空间，选择性的要不要再 extend 多一间房。这样这个空间的话呢，它是有8乘6尺，这个宽度大概是48 square feet， 所以我看到这个空间我就马上可以联想到，你可以选择在这里做一个像 study table 的空间，又或者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房间客房，又或者是有养宠物的住户们你们可以想下要不要在这里隔起来做成一个漂亮的 pets corner 了。我想到那些韩国人，他们做一个玻璃然后猫在里面玩跳跳跳有一个高高的，对对对，是不是 flexible？也非常的人性化，符合现代人所以这个设计是非常的好的。大门的另外一端呢，就是厨房了啦。像这边的话 ，standard 的无论选什么户型它平均都是一个7尺宽的大小，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我这边左边跟右手边是我们的厨房空间这样多的加起来就是一个14尺啦。像我们这个发展商，它其实有附送的是这一套橱柜这一套橱柜所以这个 top bottom 全部是有了 ，hook 都是有了。至于我左边这个的话，你可以做自己喜欢的设计了啦。你也可以选看看你想要几大的冰箱，这边 flexible 啦，也就是说没有附送啦这边 ，OK。然后来到后面的话这是什么？呀这样大？没有啦，到那边这个地上我们的 marking 这边做好了，就是说standard 是到这个宽度啦。所以这边我这样子看的话，大概是4尺多，大概是这样子啦。standard 的设计，再往前走的话 ，standard 它也是会有一个饭厅的空间。这饭厅的空间设计来讲啦，它做的会比较的 compact 一点点。当然，其实我们这边是可以做到8个位置的，8个位置的一个餐桌，但是要放在中间一点点OK， 然后我们这边这个户型它算是dumbbell的design，我看到，因为左边右边都是房间。所以这个是刚刚讲的 2+1 room 像它那2个房间就是这2边它没有用到多余的走廊空间，它是直接回到房间。所以这个款式这个户型我现场感受，它会比我之前看的typical传统的3房会来的再大一点点，那个走廊位嘛。所以我们这个是客厅，客厅它这边会有一个12尺的宽度，它是 above standard 的宽度，所以看起来是非常的舒服，也非常的宽敞。很喜欢那个设计耶。Aventro 这边有个特点我们有个叫做 window bay 的设计，这个就是 window bay，所以 window bay 呢，它可以当做是一个长凳这样子来用。周末你也没有做工，你在窗边喝咖啡看书就会非常有 feel 啦。对对，看sunset，看你选什么方向啦。然后窗口也是倒完这样子这样子到旁边的啦。然后我们这里不是只有 window bay 罢了，它的特点是说我们有 window bay 也会有 balcony，而且是
同时拥有。我们来看下那个主人房，主人房是，你看我都分不清了，因为两边都是主人房的大小。看这边，哇 ，OK， 这就是主人房，主人房的宽度啊，它会有13尺的长，9尺的宽。所以这个房间是我看过这样多个 master room 之中啊，数一数二蛮 spacious 的。也就是说，这样的空间啊，除了可以放得到 side table、dressing table、wardrobe， 一个 king size 的床都是绰绰有余的。然后再加上刚刚有提到的 balcony、window bay， 两个都同时拥有。balcony 是在 master 啦。我们有2个选择。你可以是选择 window bay 在 master room。balcony 在客厅可以swap这样子的感觉啊。换言之，你也可以选我们这边的户型是 with window bay 在客厅，然后房间是 balcony， 看你想要怎样。把那个 window bay 在客厅，我觉得有一个好，那客人来很多位置坐。对，客人来很多位置坐，而且我在想，我再问多你一个问题了，大部分 balcony 拿来做什么？看风景啊。除了这样呢？种花。除了种花呢，你有没有可能晒衣哦？你看，马上就会有人想到晒衣。如果你请朋友来到客厅坐的服，看到你在balcony晒衣服，就没有这样好看哦。这样子，其实你没有拍到后面这边还有一个厕所，它是 attach 一个主人房厕所的，有一个窗口，这个是有的。shower screen。对，第2房大小是一样的啦，少了 balcony 而已。所以它的 set up 其实也是一样，但是你会看到这间好像更加的大，是因为刚刚那个 master room 它放 king size 床，这是 king size 床，其他的 set up 是一样的。地板是 laminated flooring 啦，就这种。这也是有送啊？也是有，只有房间会有。然后 standard 这边也会有一个厕所，所以这个户型基本上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啦。而我们还会有更大的户型的示范单位可以看，1033。我们就过去看看了。好，这是我们另外一个示范单位，1033方尺，这个是3房的单位，完整3房。所以来到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呢，和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示范单位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刚刚我们那个是2+1 room 嘛，就是说我们的大门进到来右手边就有一个 +1 空间啊，像这一个墙后面呢，就是那个 +1 来的。那我们这一个户型1033就没有，我们这边是墙壁，所以你看到这边可以做一个好像坐着穿鞋的地方，有 bench 这样子，很方便。这样一出门，太多鞋应该也是坐去 cabinet 了，可以坐在这边，所以它的户型就因为有一点更改，多了这个空间。来到客厅跟饭厅这边呢，它的阔度一样是12尺，一模一样。然后连这个厨房也会是跟刚刚那个一模一样，7尺加7尺14尺，这样感觉就非常的不一样了。因为我看到这个看起来是高配版豪华版你看它所有用料都不一样。当然啦，我们是送的那个 kitchen cabinet 是以那一间为准这个只是一个 artist expression 高配版。给我感觉很不一样哦，因为这个的island 跟刚刚那个比这看起来好像大了很多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设计真的是很重要，设计真的很重要，感觉差这样多的。OK， 然后这边看起来空间是很好咯，然后当然也来了一个亚，这边有个亚，亚比刚刚那个也是大了多一点点的，这边是4尺多一点点，刚刚那个是差不多4尺。OK， 然后来到客厅还有饭厅的部分还是那句一样12尺，一样这样宽，但是感觉差很远这个又让我觉得比刚刚的更大了是不是设计的关系他可能做这个 bench， 像那种 restaurant 这样对咯，anyways 看起来就是很 spacious 这边。OK， 然后来到我们的客厅的部分这边开始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啦。记得刚刚看那个2+1吗？它是有 window bay 的。像那个 window bay 就是可以坐长凳，坐这窗边喝咖啡看书的那一个。像我们这里的话呢，它表现给你看的是一个 balcony。像这个 balcony 还有 window bay 是刚刚我提到可以选的，看你想选怎样的户型。然后如果你已经选择了 balcony 在客厅的话，你的主人房就会是 window bay。
主人房其实他想体现给你看的就是 window bay。像 window bay 的话，从这里它也是会有做一个那个凸出来的，但因为我们是我们的 showroom 的那个限制的关系呢，我们外面刚好是 parking area， 所以我们做不到。实际上来讲，这边不是这样刺进去的，它是扩出去平平。哦，这有点斜，对对对，有一点点不准啊。那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一样有木地板 ，OK， 一样有木地板，一样有这一个厕所。厕所的 set up 和刚刚那个是类似的。据说发展商这边呢，每个单位啦，它都是会有给 Panasonic 的冷气机的。这边看到的这个3星呢，到时候发展商 provide 的是5 star 的5星 ，OK。而来这边的话，是我们另外的2房跟3房。这户型有点不一样，2房3房在2隔壁而已。他们用的是这个厕所，这厕所的位置和刚刚我们看那间也不一样。因为刚刚那个厕所是在这边的嘛，而现在这个它夹在客厅的旁边。来到这个2房的话哦，这2房的大小等于刚刚那个22加1房的 master room 的大小。这边就变成2房了啦。像这个房间的话，也是会有一个蛮大的窗口，它不是完全 each to each 的，在中间啦。然后 wardrobe 啊 ，dressing table 这些放了下去，也体现给你看，这是个 queen size 床，我还有一个这样的空间。这里目测的话啦，都有一个6气车，所以那个空间是相当足够的。来到第3房的话第3房的话应该是 children's room 来的了。OK， 这个位置的话，它刚刚好是一个 single size 床加一个 single size 床的大小，所以如果你买的是一个 queen size 床的话，它还是有空间。Study table 后面就是 wardrobe， 这样这个地方做 children's room 的话，或许 double decker 它会更省位置啦。这样子啦 ，children's room 那 OK 啊，四四方方也有这个木地板，也是有窗口，很大的。对对对。好，总结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我个人觉得啦 ，in overall 感觉都是非常良好一下的。我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有兼顾到方方面面 overall 大部分人想要的需求。首先总结这个项目，它是一个 freehold 的 development，OK， 它有3房、4房的选择，甚至是落地，这些户型已经是符合了市场上大部分人的口味了的，所以户型来讲没有问题。3房一定够住，也是最多人找的户型，甚至up to 4房它都有嘛。然后现在很多人都会问有没有靠近 LRT， 哇，180米到 LRT 非常的靠近，而且 LRT 它已经是做好了的，成熟了的一段，就是那个接到去 Bukit Jalil 那边的，它去 Bukit Jalil才2个站罢了，所以很多人听到这个眼睛都亮了一下这样子的地点了，再加上这个 development 它又够力它又做了一个 pet friendly 的 facility 在这边，变成了它是光明正大的说你可以把你的狗狗猫猫带进来一起住。就因为这样子，很多的 young couple、young family， 他们一听到 pet friendly 第一个想到一定是Desa Park这些这样贵的地方嘛。现在我们这边只需要600多钱这样子的 range3个房4个房你就可以买到一个 Kinrara 的 pet friendly 的，又 freehold 走路到 LRT。同时间有2个 car park 的一个新项目啦，一个这样子的房子在这个市场上是相当的有竞争力，也非常的吸引了。所以我觉得，就算你问我我都会觉得它好像 is good in overall， 还没有完他讲了，除了有2个 car park 每个单位都会有之外，这个 kitchen cabinet 也帮你省了不少的这个 renovation 的费用。走不掉了，20千走不掉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有了的情况下，省了不少钱。然后 aircon 也有了，还要是 inverter， 你不需要拆掉它，再换一个更好的上去，已经够好了 Panasonic。然后除此之外，发展商又有做了那个我们叫做什么，算是一种 security system 吧，link with 那个 smart home 的 smart home 叫做 Alexa 嘛，所以它就有一个 smart home， 就是它可以控制你的客厅的主要的灯的开关aircon 的开关switches 的开关，甚至 balcony 你没关上门它还会提醒。它有这样子的 feature 下，讲600多钱 freehold， 还很靠近 Pavilion Bukit Jalil 的话啦，还有 IO 不就 IO， 其实它更偏向 Pavilion Bukit Jalil 那边一点的啦。So in overall 我会觉得它是方方面面的兼顾得很好。
真的不要开车出去的情况下，不用搭 LRT 的情况下，走下楼它已经有一大堆的衣食住行店面在那边，在那 station 这了，就连银行都有 Maybank 跟那个 Public Bank 在那边，医院啊 KPJ 又在那边，Giant Supermarket 也在那边哦。像我真的是觉得中兄弟嘛，这样子的一个价钱。所以今天的分享大致上是这样子啦，有兴趣的话联系上面这个号码联系我们，了解更多，甚至是预约个时间，我会在这里带你看我们这边的是示范单位咯。像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先啦，将期待我的下一个分享，下面可以留言给我们知道还想看怎样的分享，这样我们就下一期见了。我是 SY， 下一期再带你看房啦，拜拜。